新加坡前总理大胆预言，中国已经老了，将来会被印度超越。话说10月底那会儿有个人发表个挺炸的言论，这人谁呢？新加坡的老熟人了，李显龙。大伙都知道，这位可是李光耀的公子啊，在新加坡总理位置上干了足足20年，今年刚卸任，现在是国务资政。这可不是什么退休干部啊，这国务资政啊，说白了就是镇场子的，分量重得很。那这位李资政啊，跑到英国伦敦去参加一个什么塔姆研究会，听着就挺高端的呀。在跟人对谈的时候呢，他就聊到了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哎，你猜怎么说呀？他原话大概意思啊是这么说的：中国已经老了，未来在经济方面被印度超越的可能性不是没有。哎，你看这话说的啊，中国老了，印度要超越了。这话从一般网友嘴里说出来，咱就当个乐子就过去了。但是从李显龙嘴里说出来，那个分量可就不一样了呀。新加坡那是什么地方啊？号称最懂东西方的国家，他们看问题啊一向是精明得很。那他这个话说出来啊，好家伙，这个媒体一下子就炸锅了，各种报道铺天盖地，标题都是李显龙看衰中国，印度将成为亚洲新霸主。那咱今天就来好好聊聊李显龙他凭啥这么说，他说的到底有没有道理？咱先看啊，这个李显龙他这么说的证据是啥？其实特简单，就是看人。那看什么人呢？看年轻人。他拿了个数据，说的特明白。他说啊，你们看啊，那现在这个印度的人口啊，中位数年龄是多少？28岁。那啥叫中位数28岁啊？就是你把全印度14亿人从老到小排个队，站在中间的那个人才28岁，正当年呀，活力四射。那中国呢？李显龙说了啊，中国的中位数年龄是39.59岁，哎，咱就算他40岁吧。40岁啥概念呢？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这一半的中国人都超过了40岁了。那他这个对比啊，杀伤力太强了，一边是小伙子，一边是中年人。然后呢，他往远了算啊，他引用一些机构的推测，说等到2040年，中国啊就普遍老龄化了。那等到2050年，中国1/3的人口都是老年人。哎，你想想那个场面啊，大街上3个人里啊就有1个是爷爷奶奶，而且呢，中国的总人口还在往下掉。这反观印度呢，人家到2050年啊，一点老龄化的负担都没有，全是年轻人，黑压压一片。那个时候，印度的总人口估计要比中国多出好几亿。这个账一算，李显龙的逻辑就出来了，这叫啥？经济学上叫人口红利。那说白了就是啊，你家年轻人多，能干活的人就多。那这帮年轻人不但能进工厂、进写字楼，他们还爱花钱、爱消费、爱折腾、爱搞新东西，这经济不就蹭蹭蹭往上涨吗？而中国呢，到2050年，满眼都是老年人，养老金压力山大，年轻人不够用，干活人少了。这老年人消费和年轻人不一样，那花钱的人也少了，整个社会的活力就下来了。所以这个李显龙才说啊，中国虽然现在 GDP 总量还很大，但是以后这个发展速度啊，肯定得慢下来。根本原因就是人老了，人少了。那听到这儿，大伙是不是心里有点咯噔？好像他说的有点道理啊。这生老病死，国家也一样啊。人老了干不动活，这不挺正常的吗？别急，咱聊这个事儿啊，就得全面。李显龙这套说法叫唯人口论，就是把所有的宝呢都压在了人多和年轻上。但是吧，这个事儿啊，有那么简单吗？我们必须承认，人口结构对经济影响巨大，这是事实。但是如果光看这个，就说印度要超越中国，那这分析也太草率了呀，甚至可以说是有点猜的成分。为啥呢？因为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那根本就是两码事儿。这么说吧，中国是正儿八经的工业党，我们是从哪儿起家的？是从造袜子、造打火机、造玩具型开始的，一步一个脚印，从轻工业到重工业，再到现在的什么电动车、5G、无人机，是把全套制造业都给建立起来了，是世界工厂。这就像盖房子，咱们是从挖地基、扎钢筋开始，一层一层往上盖，盖得特别扎实。那印度呢？印度走的是捷径，印度最牛的是啥？服务业。你去欧美国家接个客服电话，10有8九对面是咖喱味英语。这印度的 IT 外包、软件编程那也是全球有名的。这印度经济增长现在每年看着也不错，7%以上。但是你扒开一看呢，一大半是靠服务业和老百姓自己花钱撑着的。他那个工业化啊，一直就没有正经完成过。这就像是盖房子印度觉得挖地基太累了，他直接从3楼开始盖。
那看起来是挺光鲜的，在写字楼里敲电脑。但是问题是啊，你2楼和1楼是空的呀，你的钢铁、你的机床、你的制造业基础在哪儿呢？这就导致一个问题啊，印度的上限不高，你靠服务业可以让你一部分人富起来，但是你没法让14亿人都富起来。你想靠敲代码和接电话就成为发达国家，这历史上还没见过哦。咱再回来说人，就算这个印度有10亿年轻人，但是李显龙没有告诉你的是，这10亿年轻人质量怎么样？这个不是我瞎说啊，这都是有数据的。第一，教育，中国好歹是9年义务教育普及了快30年了，那不敢说人人都是大学生，但至少绝大多数人是识字会算数的，这是当一个合格的产业工人的最低门槛。但是印度呢，它那个国内环境乱七八糟啊，各种邦、各种语言、各种宗教，它的基础教育覆盖率跟中国压根没法比。它是有天才啊，每年往美国硅谷送一堆 CEO， 但是它同时还有好几亿人连基本的读写都费劲儿。你告诉我，这几亿人怎么变成人口红利啊？他们连工厂流水线的操作手册都看不懂啊！这第二呢，就业。这个数据更吓人啊！这个印度超过80%的就业是非正规就业。那啥叫非正规啊？其实说白了就是打零工。你在街边摆个小摊，开个突突车，在工地上搬一天砖拿一天钱，这都叫非正规就业。没有劳动合同，没有五险一金，吃了上顿没下顿。那这80%的人啊，你看着是就业了，但是他能给经济贡献多少力量呢？他自己活的都费劲啊，还指望他拉动消费？这第三，失业率。印度的青年失业率超过了16%，6个年轻人里就有1个是待业青年，在街上溜达。更别提印度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了，低的可怜呀。在中国呢，妇女能顶半边天，哪个公司没有女同事啊？但是在印度大量女性是不上班的，就在家待着。那好了，咱现在把这个账再算一遍。印度是有一堆年轻人，但是这里面一大批没受过良好教育，好不容易找个工作，80%是打零工，还有16%的人干脆就躺平了，还有一半的女性基本不参与工作。你告诉我，这红利在哪儿呢？那这么一比，你就发现中国当年的人口红利为啥这么猛啊？因为咱是高素质加高纪律性加高参与率的劳动力，配上了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俩一结合呢，才有了奇迹。那印度呢，它光有人呀，但这个人的质量和配套的产业都跟不上。所以这个李显龙光拿28岁对比40岁说事儿，这不光是片面，这简直是有点耍流氓了。经济学上有个词儿叫中等收入陷阱，啥意思呢？就是说一个国家这穷的时候呢，要发展挺容易的，靠啥呢？靠卖苦力，靠廉价劳动力，你啥都便宜国外订单就都飞过来了，靠这个你很快就能混到中等收入。但是一旦到了这个位置，你就卡住了，不上不下了。为啥呢？往下比呢，你的人工已经贵了，你造袜子造不过越南、孟加拉了，人家比你便宜。那往上比呢，你又不行，搞高科技、搞金融、搞品牌，你又干不过美国、德国、日本，你的人工成本跟你的技术水平不匹配了，你就被卡在中间，不上不下，经济停滞，社会矛盾一大堆，这就是陷阱。亚洲最典型的例子，泰国、马来西亚卡在这儿几十年了，动弹不得。那咱看看印度印度现在人均收入多少？3000美元，它刚勉强摸到中等收入的门槛。但是国际上普遍分析印度现在就面临着掉进这个陷阱的巨大风险。它那个服务业解决不了大多数人的饭碗，它那个制造业又没有发展起来，它现在就卡在这儿了。它想跳出去得怎么办呢？它必须得像新加坡那样搞智慧国家，或者像中国这样子玩命的投基础设施，修路修桥建电站，把这个产业升级，还得拼了命的提高人口素质，搞教育。但是这几条你觉得对于现在的印度来说容易吗？他那乱糟糟的国内环境，想干成这几件大事儿太难了。那聊到这儿大伙估计都明白了，印度的问题比李显龙说的中国老龄化问题要复杂的多，也要难办的多。那问题就来了，这李显龙这么精明的一个人，他能不知道这些明摆的事吗？他当然知道连咱老百姓都能看明白的事儿，他这种高端精英分子他能不清楚那他为啥还要在伦敦那个场合公开说那番中国老了印度要抄的话呢？
这就是政治家的艺术了啊！咱来看看说这话的人是谁。他是新加坡的国务资政，他代表是谁的利益啊？新加坡的利益。新加坡是个小国，特有钱的小国。他爹李光耀当年就看准了中国的崛起是势不可挡的，但是到李显龙这代，中国是真的势不可挡了，他又开始焦虑了呀。咱们这么说吧，你新加坡住在一个小区里，那旁边呢住着一个邻居中国，这家伙原来挺穷的，现在突然发大财了，人高马大，家里精装修啥都有，哎，你自己也挺有钱的，但是你房子小啊，你跟这个巨人的邻居关系不错，生意往来也多，但是啊，你心里能不嘀咕吗？哎，万一哪天他不高兴了，跺一跺脚，你家的玻璃都得震碎啊，你是不是就得看他的脸色过日子了？那咋办呢？哎，你自己又干不过他，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小区里其他人也强起来。你特别希望你对门那个邻居印度也能赶紧富起来，也变成个壮汉。你还希望小区里的保安美国也别走，天天在这巡逻。这叫啥？这叫制衡。只有当这个小区里有好几个壮汉，谁也不敢随便动手，谁都得给对方面子的时候，你这个小个子富豪才能安安稳稳的过日子。这下明白了吧？李显龙他乐于看谁崛起，他乐于看到东南亚其他国家崛起，他更乐于看到印度崛起，因为这些人崛起了，就能对中国形成制衡之力。所以呢，他在伦敦那个外交场合说那番话，他是在分析经济吗？他是在喊话，他是在站台，他是在给印度鼓劲儿，也是在提醒全世界，嘿，哥几个，别光盯着中国呀，那边还有个印度呢，他潜力大着呢。所以啊，绕了这么一大圈啊，咱回到开头那个问题，李显龙说中国老了，印度要超了，咱该怎么看？我的看法是啊，咱且听且一乐，要是非把他的话当真啊，那就没太大必要了。这种唱衰中国、拔高印度的调调，几十年前就有了，不新鲜。中国有中国的问题，老龄化、经济转型，这都是要命的坎儿，咱自己得玩命的过。但是印度呢，它有它更要命的坎儿，它那个地基都没打牢，就想盖摩天大楼。这李显龙说的话是站在新加坡的立场上说的是政治话，咱得听懂这弦外之音。中国未来怎么样，印度未来怎么样，不是靠谁说出来的，是靠咱自己和他们自己干出来的。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